这些天来，美国总统川普掀起了一重重加高关税又暂停关税的风浪，对各国军工产业的刺激同样不小。就像之前有美国媒体指出，严格的关税壁垒一旦成立，可能会冲击五角大楼现有的国防军工项目，因为美国麾下有不少像 F-35 战机这样依靠全球供应链体系建立的武器制造产业。今天我们就来假设一下，如果严格的关税壁垒正式建立，会对全球军工产业造成哪些影响？2025年4月，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大进口商品关税征收范围，针对钢铁、铝、电子元件等数千种商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涵盖了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等60余个盟友及合作伙伴。这一政策从表面上看虽然是出现在贸易领域，却意外地对美国国防工业造成了 collateral damage。五角大楼耗时30年构建的全球化军工供应链体系正面临系统性冲击。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数据，美军78%的武器系统依赖海外供应商，仅 F-35 项目就涉及了17个国家的500余家企业。虽然这些政策有些并不直接指向军工产业，但也开始带来了间接影响。加拿大、巴西、韩国等国家是美国钢铁和铝的主要进口来源国。这一政策使得这些国家的相关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大幅下降，但反过来也会导致美国本土产业寻找新的最优供货渠道。对于民用产业是这样，对于军工产业也是这样。而 F-35 战机在这场关税漩涡当中无疑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这是美国军工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F-35 称得上是全球制造，初期立项时国外供应链约占75%，项目核心层是英国，重要合作方是意大利和日本，外围是其他北约国家与体量较小的盟友，比如以色列等。当然，主导整个项目研发设计和系统集成的还是美国，其提供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比如航发、航电系统等。而美国自己也是 F-35 最大的采购国。英国则参与了早期研发，提供部分先进技术，负责生产机翼等重要部件，并且是除了美国外首个装备 F-35 的国家。意大利则拥有总装生产线，负责为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客户进行飞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还承担了部分机身结构的制造。荷兰也参与了项目研发，提供航电系统的部分组件，并负责生产部分机身部件。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在整个战机项目中也有参与，加拿大会提供航空电子设备以及复合材料等零部件，在项目中承担了一定的技术研发工作。澳大利亚则进行了项目投资，提供部分战机零部件，同时也是 F-35 的采购国之一，采购数量也不少。至于丹麦、挪威、土耳其等国家也有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我们下面就根据这些国家的情况来看看产业链关键环节。F-35 产业链包含多个关键环节，其中发动机制造正是它的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之一。F-35 配备的 F-135 发动机是由普惠公司研制的，具有高推重比、低油耗等特点，先进的涡轮风扇技术和矢量推力技术，使得它具备出色的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能力。因此 F-35 的航空发动机算是不太受关税影响的环节。但战机的航电系统情况就不一样了。F-35 的航电系统集成了先进的雷达、传感器、通信设备和数据处理系统，其中的 APG-81 和 APG-85 雷达都是由美国本土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制造，但是 EW 电子战套件和战机任务计算机主要是来自英国贝仪，这些组件占到了战机总成本的12%，洛马主要负责集成工作。除此之外呢 ，F-35 飞行员使用的 HMDS 头盔安装显示系统，则是由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和美国的柯林斯航空合作投资的 ，RCEVS 公司提供的。一套头盔系统单价约合40万，但是相对于从直接以色列进口零部件来说，合资企业产品的处境相对会好一些。
不过，这种合资企业产品终归是少数，像是英国劳斯莱斯为 F-35B 提供的垂直起降升力风扇系统，这套系统呢价值2200万美元。加拿大 MDA 公司则提供了一部分战机复合材料机翼肋板，荷兰的 ASM 公司则为战机提供精密的钛合金紧固件。一般单架次战机生产就要使用超过8万件。挪威的康斯伯格则会生产导弹挂架传感器，这一装置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就会影响武器的兼容性。而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之外，意大利的莱昂纳多公司以及丹麦等2级供应商国家制造的传感器和紧固件，基本都是会受到关税政策影响的。而除了单纯的零部件分工之外， F-35 还有不少的海外总装中心，例如日本的 F-35A 就是由三菱重工运营，位于日本爱知县的名古屋市。这些海外总装基地是否会因为川普关税政策受到影响，就目前来看呢，还比较难说。但是供应链方面受到的冲击似乎就变得难以避免了。我们下面就看看 F-35战机的后续生产可能会因为关税政策出现哪些变化。F-35的全球产业链涉及众多，美国之外的供应商，川普的关税政策一旦出台，首先就会导致这些来自美国之外的零部件成本显著上升。可以说，在川普关税政策问世后，来自于美国之外的零部件整体成本平均都会上升约15%到25%，而这些零部件成本的上升，无疑会对 F-35项目整体成本产生重大影响。美空军内部评估显示，若维持现有采购计划，2026财年可能要被迫削减47架 F-35订单，相当于一个连队的规模。而在战机供应体系当中呢，还有许多中小型供应商将会遭到冲击。例如，意大利航空部件制造商 Avio Aero 曾一度提供18%的 F-35钛合金部件，这家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关税风波将会导致其利润从8%骤降至3%，因此公司已经启动了项目退出评估。意大利的麦哲伦公司则是 F-35的复合材料主供应商之一，可能是要考虑迁移生产线。如果说上述厂商供应的零部件对洛马来说都不是无可替代的，那么碳纤维机翼蒙皮涨价带来的影响，那就真的是难以规避了。因为英国的 GKN 公司就是生产 F-35碳纤维蒙皮的主要供应商，关税将迫使洛马公司面临要么接受涨价，要么重建生产线的两难选择。而且这一系列动作也势必会带来美国军工的国际合作裂痕加深。例如，英国国防部就宣布将 F-35机翼产能的30%转移到本土，并启动暴风雨战机项目，减少对美依赖。因此，如果川普的关税政策不会在短期之内解除的话，对美空军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案就是尽可能实现绝大多数的零部件的国产化。但现有的 F-35全球生产链本就是美国之前精心布局的，现在要做出修改也并不容易，影响它后续生产项目的稳定性不说，还会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因为关税的增加会致使一些美国之外的供应商遭遇利润空间的大幅缩减，部分小供应商可能会因为无法承受成本压力而退出供应链。一些为 F-35提供特定零部件的欧洲企业可能会因为面临亏损而直接选择停止供货，就算不停止，那么延期交货也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利润空间更少，供应商需要重新调整生产计划和资金安排，这会影响零部件的生产进度。此外，贸易摩擦还会导致海关检查更加严格，货物运输时间延长。而且在这场关税风波当中，受波及的还不仅仅是 F-35，还有一些美国与外国联合研发的防空和导弹防御项目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和挪威以及以色列合作有部分防空与导弹防御项目，比如 NASAMS 防空导弹、箭式防空导弹以及大卫投石索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和 F-35项目一样，这些导弹也已经建立了固定的供应链体系。挪威在这些项目中主要提供先进的雷达技术与传感器设备，以色列则凭借其在导弹拦截技术和电子战系统方面的优势参与其中。
与之相似的还有联合潜艇生产项目，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的联合潜艇生产项目，例如 AUKUS 潜艇合作案。在零部件供应方面，英国是为潜艇提供了先进的动力系统和声纳设备，澳大利亚则负责部分潜艇外壳和内部结构的制造。即使不看这些合作项目，光看美军直接采购的外国武器装备也会受到关税波及，因为美国军队也不是完全不采购外国武器的。例如，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用于防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长颈鹿系列雷达，就是由瑞典萨博公司制造的。如果要补足这些问题产业链，并抹平外国武器装备涨价的影响，对美国来说也会增加不少的工作量。我们下面就聊一聊美国与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应对目前出现的关税风波。其实面对供应链不稳定的情况，美国的确拥有双重策略。首先是短期应急，可以启动国防生产法第3章，向32家本土供应商提供12亿美元补贴，优先保障 F-35的钛合金、特种钢材和电子芯片供应。与英国、日本方面则可以达成临时关税豁免协议，覆盖57种关键军工材料。而若是要长期重构军武产业链，则是要看美国国防部的计划，也就是在5年内将 F-35的本土零部件比例从 25% 提升到 65%， 同时重点投资7个关键制造集群。但洛马公司也有警告，这将会导致单价成本再增加1500万美元，而且可能引发盟友集体抵制。一些合作国家可能因为成本问题重新考虑参与程度，甚至退出项目，而这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快军工产业的去全球化趋势，让各国加速构建区域化供应链。例如，欧盟会启动战略防务工业计划，日本推出的防卫装备品国产化 3.0， 澳大利亚则要立法要求国防项目本土采购率达 70%， 进一步减少对于外国的依赖。不仅如此，其他与美国有军事来往的国家还可能会进行技术联盟重组，例如英国、德国、法国就正在探讨建立欧洲自主防务技术圈，意图打造一个没有美国企业参与的下一代武器项目开发框架。这对美国显然也不是一个好消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美国可能会重新调整战略布局，加大对国内供应商的扶持，提高国内零部件供应比例。而且这一过程也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并导致美国在国际军工合作中的影响力下降，破坏原有的军事战略布局。英国与日本等国家也可能会加强自身军工产业发展，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就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全球实施带来了潜在阻碍。至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在后期究竟会对美国军工产业造成多大影响，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